大家好，我是小猪，心中有鬼，嘴里自然可以跑火车。我喜欢听一点有这样的声音，因为离火车太久远了，我跟火车已经太不熟悉了，很少坐了嘛。是因为坐火车对你来说不方便吧？我做慈善都是坐火车去的。哦，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心理的概念没有坐火车，是从北京到成都或从成都到北京。我已经很久没坐火车。韩红其实是女版的老炮，爱装社会人，表面上看纯爷们儿，很血性，其实非常鸡贼又小气，擅长用自己的土肥圆形象打反差，树立民意、民情急先锋的形象代表。他情感浓烈，总试图营造一种伟人的气息。他在公开场合言行都在强调自己是个人物，是个善良的、崇高的韩红，很燃。迄今为止，我仍是中国最棒的女歌手之一，而且我骄傲地说，我是中国国家队队长。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歌手，他用做公益证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都记着韩红做公益，却不记得真正了不起的是那么多匿名捐款的人。当他在抓特务首映里，表情凝重，眼泛泪光，用最饱满的情绪、最真诚的话恳求大家去买票，甚至来了一个180度鞠躬。关键是抓特务的首映里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灾，电影也不是筹集善款，大家都好好的，这么煽情就很荒谬。卖个电影票不至于这么深情，应该放到正在义演的场合才对。所以韩红的情绪用错了地方。一般人说我童年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信息传达就够了。韩红不行，她必须强调奶奶在胡同里卖冰棍儿，用卖冰棍儿攒出来的3万块托举她。这是一种戏剧性的表达，利用底层出身和如今自己的歌坛地位，形成一种强烈反差的戏剧张力。看出他的叙事逻辑了吗？一个出身底层的英雄人物叙事，以情动人，浓烈的情感表达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以至于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凝重，要眼眶含泪，要俯瞰众生。韩红最适合的身份是表演艺术家，她的所有情感只要放在特定的影视剧里，立刻就合理了。放现实里会显得不真实，因为现实中喜欢用情感叙事的都是杀猪盘。这么说吧，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不过，按促角学的架构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大家都误会小钢炮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冯导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在文艺界安插的暗桩？我严重怀疑小钢炮就是为了这碟醋才包的这顿饺子。嗨，原来闹了半天，小钢炮是自己人。还有谁？你他妈的不认识我？我看韩红还是赶紧找同是小钢炮的苦主范冰冰哭一顿吧。不过被贬到东南亚跑野台的冰冰也可能会直接拒绝。Shut up， 老娘已经这熊样了，早就不要面了。声明在第5条明确诉苦说，现有执行团队承载的项目实施，资金监管工作量同步激增，部分资金落地推进效率仍有提升空间。这说明团队人数很少，甚至少到花不完钱。一个86个人的公益组织，管理成本每人近10万，一年花掉了835万，2个高管年薪甚至超过了60万，超过同行业水平的7倍以上。这么大规模的基金会60万年薪并不高，但慈善行业不等同于开公司，开公司是为了赚钱，有能力的高管拿高薪那是天经地义的，拿600万也可以，只要你能替公司赚到钱。
那都是正常，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慈善公益不一样，你的钱不是靠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换来的，你的钱是捐款人一分一毛抠出来的，然后委托你交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不是用来给高管开高薪的。有偿奉迎者很难得到终极尊重。公众质疑的是有没有人借公益拿极高的工资，而基金会的回答是我们的总盘子没有超标。这就好比一家公司高管年薪1000万，但因为公司总营收上百亿，所以高管的薪酬占比依然很低。交情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啊，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回头看，韩红其实就是中国的DEI杰作，比奥巴马他们搞这个要早至少20年。奇怪的宗教信仰这一块，较少的地域出身这一块，人口稀少的种族成员这一块，生理女性但跟普通主流女性审美不同，铁 T 完美融入 LGBT 阵营这一块，说话做事行为较为反传统这一块，有一定的关系和背景，但文化层次低，没正经学位，读书不行，甘于被 DEI 包装这一块，从事慈善、环保、人权或难民行业这一块，收养孤儿这一块，可以说这 buff 比梁子都叠得满。好吃的大饼卷肉，闷闷的一块板面，再整点饺子、包子、大锅菜的一块。他虽然是歌手，但业务不精，这是先天和后天双重因素造成的。先天是因为个子小、脖子短，所以嗓子比较细，不是那种铁肺大号嗓子。后天是因为他本来适合唱小情歌。韩红的嗓音最适合的曲风其实不是豪放型，而是哀怨型，娓娓道来，有些幽怨，如诉如泣。但他的外形唱小情歌，许志安估计又要擦嘴了。有没有心中的白马王子？我觉得谢霆锋不错。哦，我说过很多次，哪个做错了，老天爷都不给面子。因为长得不是偶像派，所以大家默认他是实力派。他为了政治正确唱天路和青藏高原，但少数民族歌曲是很挑嗓子的，内蒙歌要往远了唱，西藏歌要往高了唱。但韩红的声线又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唱不出少数民族的那种辽阔和壮美，一直在 KTV 的门口徘徊。他说自己是满族，我从未怀疑过，直到看到1912年光绪皇帝的后宫瑾妃的照片，才恍然大悟。唱蒙族歌的人里，韩磊真是个宝藏。腾格尔唱内蒙歌曲，经常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但韩磊是真的稳。这么多年，他的音乐审美能力一直都在线，而且越老越强。他很擅长运用各种乐器和其他音乐类型的特点去改编歌曲，把歌曲改编到自己最适合的舒适区，然后完美拿下。韩红就差在这里，她唱歌从来都是只想用自己的天赋技能碾压过去，而不是考虑如何让风格更适配自己。她和孙楠也唱过神话，但表现力完全不如成龙和金喜善版的。虽然这俩人都是演员而不是专业歌手，但硬是用感情撑起了这首歌。而且这俩人站一起也不违和，一看就是男不好色女不贪财那种人间最平凡的组合。韩红和孙楠的天赋和技术都可以，但悟性和品味都比较差。韩红的高音缺乏克制，尖锐而紧绷，无时不刻在炫技。孙楠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演唱逻辑其实都一样，都属于标技能而没有感情的那种，通过卖弄试图征服，一首好好的歌曲被唱得弯弯曲曲，面目全非。
这俩一起声嘶力竭的时候，完全是一个铁 T 和油腻男在比嗓门和下腰。对，准备要飙高音的时候，必须先蹲马步，让气息全部压在三焦之内，然后身体往上拽，起势，高音再从三焦 unleash 出来。声明的第6条中说，本基金会始终严守底线，绝不利用捐赠善款谋取任何私利。公益项目分阶段实施，资金拨付存在时间差，账户内会产生阶段性闲置流动资金。为充分发挥善款价值，履行资产保值增值法定义务，基金会仅将闲置资金配置银行短期定期存款、低风险短期理财等合规稳健金融产品，全程严格落实民政、金融监管各项要求，从未开展股票、期货等高风险投资业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2025年收入破7亿，钱太多了，所以没花完。没花完的钱我们拿去买低风险理财了，为了增值保值都是合法的。既然团队执行能力有限，来不及花，那为什么在灾情过去之后或者日常运营中还要持续向公众开放大规模募捐呢？不是应该立刻关闭募捐通道，告诉公众钱够了，暂时别捐了吗？一边看着账上的捐款堆积如山去买浮动理财，一边在网络上持续维持着砸锅卖铁做公益的悲情缺钱营销。这次没钱嘛，到临哪弄了300万。到出发前多长时间内解决的？不到1个月吧。如果一家慈善机构募资7个亿，当年只花出去2.8个亿，剩下4个多亿趴在账上买理财，这就相当于老百姓觉得救灾10万火急，把买菜的钱抠出来捐给你们去救命，结果你们因为人手不够，把老百姓的救命钱吃了利息。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用闲置的钱生息的做法是合法的，但如果不具备消化如此规模资金的能力，就应该及时叫停募捐。不停募捐以后又以钱太多花不完为理由去理财，甚至理财产生的庞大利息，那这笔钱是否又被划入了那 2.86% 的管理费里变相发工资了呢？这笔账声明里是绝对不管细算的。关于理财收益这一块，2025年韩红基金会向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委托理财，全年的委托资金总计 7.96 亿元，截至年底理财余额仍有 5.86 亿元。咱先不说这么多钱不做慈善拿来理财对不对，就看它的收益情况。2025年的全年理财收益是 602.5 万元，602.5万除以 7.96 亿，年化收益率不足 0.75%。2025年随便一只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都在 1.5% 到 2% 之间，银行活期利率都将近 0.8%。我可告诉你，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4两重，可要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一家拥有数亿资金的基金会委托给3家全国性大行做理财，收益率居然低于货币基金的1半，这是什么水平的理财操作？基金会的解释是只买银行短存和低风险理财，不碰股票期货，合规没有问题。但合规和合理是两回事儿，合规是达到了法律底线，合理是对捐款人的负责。这么大的资金躺在账上，一年产生了602万收益，每一分钱都是普通人捐出来的，而且收益确认方式是浮动，大家都是知道的，浮动等于非保本理财。那公关声明中所说的稳健、安全，就明显是在误导公众了。这笔钱买的是什么产品？什么费率结构？为什么不选收益更优的货基或者同业存单？
这里面存不存在利益输送和给负责人的回扣？钱是公众的，但公众只被允许知道合规，不被允许知道细节。这种透明度和韩红最初所说的一袋方便面都要公示，距离确实有点远。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在此之前我们不懂，我们干着急。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的，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本分这个质疑，活该，对吧？为什么韩红慈善基金会去年就是全国的透明指数第1名？为什么你们不敢出来公示？声明的第7条，关于公众批评基金会购置电脑、相机等设备相关问题的解释中说，我们充分理解社会大众对公益善款的朴素期许，公众希望每一分捐赠资金优先直接用于帮扶困难群众，这份监督与期待我们完全接纳和理解。基金会迄今为止的设备采购虽然程序合规，用途为公益履职所需，但我们在开展采购、对外信息披露时，未能充分考量大众直观情感感受，未做好事前解释与说明工作，忽略了公众朴素的共情观感，进而引发网友质疑，产生负面感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买这些设备是公益履职刚需，是合规的。我们道歉是因为忽略了大家朴素的共情观感。翻译成白话就是你们太善良，不懂专业，看到买好东西就难受，我给你们赔不是。这属于典型的虚假道歉，基金会不敢承认乱花钱，却把锅甩给了公众不懂行。公众反感的不是你们用我们捐的钱买电脑，而是你们买的办公用品太奢侈。声明巧妙地把是否超规格采购的问题偷换成了是否需要采购的问题。就拿这次去内蒙的项目来说，对外宣传是4000万物资，但我就想问几个具体问题。这4000万物资的构成是什么？每一类物资采购了多少？单价是多少？100多名专家的参与，差旅费按什么标准？补贴发了多少？所有人穿的文化衫是哪家公司印的？多少钱一件？全程跟拍的专业摄像团队费用由谁承担？多少钱？这些问题年报里没有一条答案。说实话，我确实看到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公众关心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支出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韩红基金会2024年和25年的审计报告均由北京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这家事务所不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100强名单里。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底参保人数仅为14人，注册会计师仅5人。一家年收7亿以上、净资产8.5亿的中大型慈善基金，选择一家5个注册会计师的小所来做审计。这家事务所有没有能力对这种规模的基金进行全面审查？就算有意做深，他们有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审计几千笔采购记录、数百个项目的资金流向？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构性疑问。当然了，法律没规定必须要找大所，小所也能出审计报告。但现实的问题是，一个5人注册的会计师团队真的有能力对这么大体量的基金会进行全面深度的财务检查吗？他们能追踪到那几个亿理财的每一个细节吗？他们能逐一核查 1.5 亿物资采购的合理性吗？他们能识别隐藏在数字背后的利益输送吗？这个裤子一般人穿不出来那个味儿，你知道吧？这就2个袋子搁这干啥呢？你看难受不？厂家就那么设计的，你正好有这个体型，能穿出这个感觉来。这一般人别人他穿不出来，这看不出来带着这个效果。你看你穿就性感，又显着腿瘦，显着大长腿，是不是？这个带子搁这是固定肉的。对，你别人穿他固定不了，你正好能固定住，把你的优点就露出来了。那么好看吗？显着腿又细又长。真的？
还性感。圈子这个带子，要不是这个带子，这个裤子，我跟你说，要别人穿的话，只能是5分，你穿是10分。这份声明的撰写者绝对是顶级的公关操盘手，他最狡猾的地方在于，把所有可能涉及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的致命质疑，全部降维转化成了财务合理性问题和管理流程问题。当走个面事件已经让大众怀疑达到顶峰，如果此时在内部贪腐问题上再有任何裂痕，基金会就会彻底万劫不复。因此，基金会在声明的后半段必须把姿态降到尘埃里，用谦卑的共情词汇来安抚那些撤资的阅捐人和愤怒的网民。这份声明用慈善法的条文、精确的百分比和居高临下的专业术语，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合规堡垒。但是，慈善机构的底色不仅是合法，更是公信力和温度。当一份慈善声明需要像防贼一样，用严密的商业财报话术去对付曾经捐款的普通大众时，其实已经输了。他越想在逻辑和数据上显得无懈可击，就越暴露出他离那个纯粹的公益初心越来越远。达利欧有句不太出名的名言：慈善是一种高档消费，慈善基金会是富人的名利场，是中产的赎罪券，也是穷人的奢侈税。有人说韩红至少比红十字会好，这句话的逻辑是因为有比他更差的，所以他就不用被质疑了。这个逻辑用来给任何人挡子弹都成立，所以它毫无意义。我知道还会有人说，这都是合规的，这都符合法律规定，你为什么还要质疑？我要说的是，我提问的资格来自于韩红自己。当初他在公共场合说过1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他承诺了透明，他说自己的基金会就是比红会好，就是因为信息公开。那现在当我按照他的承诺要求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不是违法，只是不必要的透露，就是自相矛盾。跪着乞讨和站着挣钱都是合理的，但韩红的基金会很明显是站着乞讨，就很拧巴。100多万的月捐人，有的人可能只捐了19块钱，但汇聚而成的7.83亿，可能正在以一个无法解释的方式被管理、被使用，甚至可能被浪费。所以他们的去向，捐赠人有权知道，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公众受托责任。据我了解，你每年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没办法，会的。这问题不是常态吗？如果到临了那一天还解决不了，还是没有人赞助怎么办？我自己出钱，规模可以小一点，能做多大事做多大事。我觉得怎么也到不了干不下去了吧。但明年可能面临这问题，明年做不了我就带人去长城捡垃圾去。这项目听着挺不错的，这不用花钱啊，但也在做事儿啊，对吧？结束。你这一顿饭吃了5分钟，可以了。我还吃不上饭呢，平时。你今天来是看见我吃饭了。你是够清贫的，这一碗炸酱面就把晚饭给对付了。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你可不是老百姓，你是处长啊！处长算个屁呀！在北京啊，一板砖下去能砸倒一大片处长。和你这个处长不一样，权力大。我都听人说了，拿个部长跟你换，你都不换，是吧？权力大小，那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有钱就可以任性了啊！我不是说你啊，你这个同志，你的思想觉悟啊，真是有待提高。说得好，听到没有啊？有权不能任性，但可以谋私，是吧？我是小朱，谢谢观看，下期见哦，拜拜。